大坤发出了刺耳的声波，所有人都觉得耳朵嗡嗡作响，耳朵生疼，有温热的血流出来。就在大坤挣扎力度越来越弱的时候，大坤身上发出了蓝色光芒，以大坤为中心出现了一个水柱，水柱把所有人都卷入其中。在那一刹那，苏小璐只觉得眼前一黑，就彻底的失去了意识。视线模糊，他眨了眨眼睛，平复了一下呼吸，这才慢慢看清楚，他有些迷蒙了。他是被人装在草藤编织的大笼子里。苏小璐打了个寒战，那现在他们的处境非常的不好。苏小璐看见了一个鱼人脖梗颤动，发出了怪异的声音，另一个鱼人很快的颤动脖梗，也发出了声音回应。他们在交流说话，说的什么语言不通。苏小璐感觉头疼，语言不通就不能交涉，也不知道这些鱼人要把他们带去什么地方。他们现在似乎是落入了异域种族的地盘。这时候大家都逐渐转醒，都露出了难以忍受的神色，可见大家的感应应该是一样的。死妖怪，赶快把你爷爷转过来，再这么吊着，等我缓和些，有你们好受的。这些鱼类听不懂他们的说话，只用凶神恶煞的眼神瞪着吴老头，嘴里咕噜噜地发出响声，似乎是在警告。吴老头从来不害怕危险，龟友有些无奈。老头，少说两句，鱼打你几下，你又打不回去，不是白挨痛？再说了，丫头看着你，不觉得丢脸吗？太丢脸了，实在是太丢脸了，现在就很丢脸好吗？不过吴老头还是沉默了，毕竟这鱼人什么脾性也不清楚，言语还不通，真挨打了更丢脸。他们全都被抬入一个封闭的房屋里，笼子都堆积在一起，鱼人族也没有把他们放出来的意思。然后门一关，鱼人族就离开了。苏小璐观察了一下，照明是拳头大的那种珠子，像是传说中的夜明珠。这些鱼头怪不知道在搞什么。少说话，节省精神气。龟游沉闷开口。这个时候他们的处境显然是都不好，身体突然来到这种地方，需要时间适应。这时候说话是浪费精气神的，连商量的必要都没有，就静身养神是最好的。苏小璐感觉这些鱼人族住在洞里面，所以也分不清外面是白天还是黑夜。大家都闭目养神，运转内息，让自己适应现在的环境。不知道过去多久，苏小璐被外面窸窸窣窣的声音吵醒，睁开眼睛，发现有一个身影偷偷摸摸的进来，轻轻的关上门，然后才缓缓转过身来。苏小璐一眼就认出他来了，安小欧。他是安小欧吗？苏小璐看见他脸上闪光的鳞片，有些不太确定，但还是试探的开口：安小欧，是不是你？安小欧朝着苏小璐看过来，他也是很快认出了苏小璐。苏小璐穿男装很俊俏，没想到换回了女装也这么好看。苏姑娘，是你们？你们怎么会来这里？小欧，你怎么会变成这样？安小欧怎么会变成鱼人？苏小璐很不理解。苏姑娘，我哥哥他们还好吗？他们很好，只是他们不知道你还活着，现在他们已经离开了青海，你怎么会变成这样的？如果安烈和安城没有离开青海就好了，他们兄妹叔侄就能在这儿见面了。可是没有如果。苏姑娘，我也有了异能，我的异能力就是海域的语言。大坤是能变成人形的，小叔和哥哥应该也对你说了那件事。带我来这里的就是我引来的那一头大坤，他说我得到了海神的认可，就是他们的一族，他把我带回了这里。我当时受伤了，他给我吃了一些东西，我就慢慢的长出了鳞片。他说这是他们这一族的象征。苏姑娘，你们是怎么到这儿来的？海明告诉我，没有他们亲自打开通道，外族人是来不了的。安小欧简单的说了一下自己的经过，他能感觉自己的言语在退化，或许再过不久他就不会说话了。哥哥和小叔依然是他心里惦记的人，听到鱼族其他人在讨论抓了一些外族人，他心里不安，就看看，没想到被抓到的外族人是苏小璐他们。我们是为了捕大坤，本来就快要成功了，但是他的身上突然散发出怪异的光芒，形成了一个奇怪的漩涡。等我们醒过来的时候，已经被关起来了。小欧，我们听不懂鱼族的语言，
能不能请你帮个忙啊？苏姑娘，我愿意帮忙。你们等我一下，我去跟海明说清楚。海明的父亲在族中是长老，他说的话有分量。之前海明把我带回来，余族也抗议过的，但最后还是海明的父亲说服了他们。小欧，谢谢你。苏姑娘，不用谢，我还希望你们好好的回去。如果你见到我哥哥和我小叔叔，请你转告他们，我现在过得很好，做余族我感觉很快乐，让他们不要担心我。安小欧无比希望苏小璐一行人都好好的回去，他本以为这辈子再也不会见到任何人了，没想到会遇见苏小璐，这一定是天意的安排，让他了却最后的心愿。好，如果我能回去，我会去找到安烈和安城，把你的话带到的。好，那我先回去，我会很快和他们沟通的。真没想到有一天能看见鲛人。鱼族可以上半身是人，下半身是鱼，在古神话中记载为鲛人，许多民间的话本子里，这些也被称为鲛人。是啊，谁能想到呢？鱼都能成人了，那其他的呢？金武插话，说完就沉默了。他们涉足异域并不算深，他们已经进入很深的腹地了，但实际上可能差得很远。有鱼族鲛人，那陆地上是不是还有其他的种族？所有的兽类都有可能开智修炼成人。想着就觉得恐惧，他们的世界早已没有这些了。将来白雾散去，这些种族会不会走出来？现在担心这些为时过早，我们现在彻底在异域，身体都好似扭转不适应。他们去到我们的世界，未尝不是这样。在这些症状消失之前，两个世界的种族没办法开战。师父，我有一个办法，不知道行不行？我是这样想的，以前我们运气都习惯了由上而下，但是我们现在的感知都已经颠倒了。我觉得我们在运转内息的时候，也应该试一试由下而上。苏小璐说完，自己就先闭上了眼睛尝试。这个法子是能行的，运转一遍内息很缓慢，但他已经感觉胸闷消失了一些，有一定程度的改善。但要好过是完全不可能的，因为这毕竟是异域，是鱼族的地盘。大家都知道了这个法子是可行的，也都默默地调整自己的内息，使得自己的状态更好一点。毕竟谁也不知道安小欧最终会沟通成什么样子。他们都明白，在绝对的势力面前才有说话的资格。周至一直在运转内息，一遍又一遍。等他舒缓了不少，手心长出藤蔓，朝着苏小璐伸过去。藤蔓上托着一颗绿油油的果子。苏小璐看向他，周至温和的浅笑。大家都闭着眼睛，他也没有开口，只是示意苏小璐吃掉。苏小璐舔了舔嘴唇，她本不想吃，但果子好香好香啊，她还是咬了2口。她不多吃了，而是对周至眨眨眼，示意他自己吃。周至摇摇头，嘴唇动了动。小璐，你吃。苏小璐摇摇头，也动了动嘴唇。四哥你吃。周至摇头，苏小璐也不肯再吃。吴老头睁开眼，你们兄妹烦不烦？不吃拿来，我这个老头总得吃吧，尊老爱幼。周至微微笑了笑，把苏小璐咬过2口的果子送去吴老头嘴边。吴老头瞪了周至一眼，带着点幽怨和愤怒，2大口就把果子吃了，什么味道都没尝出来，但吃下去倒是真感觉舒服不少。他咂咂嘴巴，砰一声，然后闭上眼。谢谢四哥。吃了果子之后，苏小璐就闭上眼继续调息。小小的房间很安静，大家都在调息和等待。安小欧回到房间，就对着照顾他的侍女说道：海明回来了吗？我要见他。侍女点头，转身就下去了。海明的父亲是鱼族长老，类似人类的丞相，海明的身份是很高的。安小欧坐在房间里等，没多久海明就来了。少年清秀，进来之后就露出了笑容，开口：小欧，你今天感觉怎么样？族里出了点事情，我今天还没有空闲，但听见你找我，我立马放下事情就来了。安小欧是他认定的伴侣，而对他们一族来说，伴侣是最重要的。安小欧还在转化之中，他毕竟生来是人类，海明担心这个过程会出意外，所以有关安小欧的事情都排在第一位。海明，
你们今天是不是抓了好多人了呀？是这事情啊，今日清虚差点没了，他在异域受了重伤，不得已才动用了族中秘书阵法，是一些人类跟着过来了，现在被安置住了，族中也不知道怎么处理他们，在这件事上面现在争论得很激烈。放走他们，族中也担心他们会惦记族中，将来会破坏我们的世界；不放走也不知道怎么办。最重要的是这些人很厉害，我们在异域海里就不再是无敌的。海明，你相信我吗？当然相信啊。海明，让我来做你们之间的沟通使者，好吗？2个种族之间需要一个传话筒，而他是最合适的。对哦，我都忘记了，你本也是人类。小欧，你跟我过来，我带你去王宫大殿。海明拉起了安小欧的手就走。安小欧低头看了看海明比他宽大的手掌，脸颊感觉有点发烫。安小欧不由抬手看了看自己的手，他的手其实也在朝着仆变化，他的手并不细长，有点肉乎乎的感觉。走进王宫就能听见争吵的声音了。安小欧隐约地听见海明父亲的声音：凭什么要我们鱼族先逝？怎么不能是鹰族、蛇族、狐族、虎族他们来打先锋？大家都知道族人单薄，繁衍困难，这个头仗绝不能是我们鱼族开头。海石中气十足的声音愤愤地表达不满和反对。他这番言论之后，有不少同族也附和，一时间整个王宫都充斥着争吵的声音。青兰大将军也大声嚷嚷：他们差点杀了我儿子，就这样放走他们绝对不可能。他们已经知道了鱼族的存在，谁知道他们会不会打进来？这时候不给他们一个狠狠的教训，他日攻打进来，我们鱼族只会成为他们盘中餐。海域的那些鱼类一出去就被打死捕捞了。听着青兰将军的话语，也有不少同族附和，有的露出了尖利的牙齿。他们拿咱们当盘中餐，那咱们也吃一吃他们。安小欧缩了缩脖子，海明以为他怕了，他紧紧地握着安小欧的手。小欧，别害怕，有我在。安小欧第一次来的时候，这些充满戾气的同族就说过要吃了安小欧。我不怕。他可是要做使者的人。海明带着安小欧走入大殿。我有一个办法。青兰上下打量海明2眼，冷哼一声，两颊的小旗都颤动着。哼，你能有什么好办法？选一个半人做伴侣，你能说出什么好的来？我不管你打算说什么，我都不可能让这一伙人轻易的回去。我儿子受了那么多伤，都不知道要休养多久。海石看了看海明，神色平静。儿子，你说吧。海明得到了父亲的认可。皇上，诸位长老们，异域相融，2个世界有冲突是迟早的事情。我认为如今不是激发矛盾的好时候。我们鱼族生活在海里，战火难以波及，而他们对我们的世界还一无所知，就如同我们对他们的世界一样。来到我们的世界里面，他们会很难受，而我们去到异域也很难维持人形。异域给身体带来的不适应是相互的，所以我们都需要时间。如果现在杀了他们，就等于是将战争提前了。你们很多人都没有去异域看过，有的人很弱小，但有很多的人都特别强壮。他们不是我们的同族，却也能在海域中自由自在。而且人族的地域很广泛，他们繁衍不像是我们这般困难。我们的海域越来越不好了，我们如果在这时候结下渊源，对我们千族很不利。小欧是人族，他会说人族的语言，让他来做这中间的使者，我们可以放走他们，但他们必须要用有利的东西来换才行。而这个利益，海明浅薄，还想不出用什么交换最好。海明认真地分析了利弊，提出了办法。所有的同族听了都沉默，他们都认可这个不是结仇的好时候，但也发愁青兰将军所说的，太轻易放走他们，人类会认为鱼族很弱可食。鱼族王上已经苍老，浑身旗须和鳞片全是白色，深蓝的眼神中露出了沉思之色。他在思考海明提的法子能不能行，人族取用他们什么利益好呢？海明啊，你是个聪明的孩子，
你说说，人族有什么值得我们索要的利益？知识。王上，在人族的世界，知识很可贵。知识？王上皱了皱眉头。没错，在人类的世界，有学富五车的知识就是特别可贵的。普通的平凡百姓把有知识能考取功名的事情奉为光宗耀祖的好事情，而想要光宗耀祖就离不开知识。知识能教人识别是非善恶，能教人耕种，教人立足于天地。普通人看似和知识无关，但其实不是的，是知识让人们知道怎么分辨天气的变化，四季更迭，潮起潮落。生活的许多墨汁里都离不开知识，两个世界最终汇聚成一个世界。人类看着弱小，但因为知识，他们可以造出船出海，可以造出各种各样的工具，使得他们变得强大。文人的头脑很聪明，就是因为学习了特别多的知识。安小欧不知道鱼族王上会不会采纳他的意见，但他自己说起知识，心中是敬畏的，崇拜的。小欧说的很有道理啊。青兰将军啊，伤害清绪的那些东西都是人族弄出来的。小欧说这些都是知识运用的好，咱们确实是该好好学习知识。跟不上变化就会被淘汰。为什么我们鱼族生下的后代有的一辈子只能是鱼，不能转化，而人生下的孩子生来就是人呢？小欧说的知识让我感觉很不一样。你们啊，也回去好好想一想。那些人族先不要动他们。皇上都发话了，所有的鱼族也都听从。青兰将军将视线落在安小欧身上，他眯了眯老练的眼眸。那你问问他们，对我儿子出手是什么原因？我不相信他们没有目的。只要有目的，我们的处境就好不了。这件事不弄明白，我就没法安心。正是因为有灭族的风险，才更不能掉以轻心。皇上又看向安小欧。小欧，你也是鱼族的一员了。虽然你现在还在转化期，但你不可能变回去了，你明白吗？人族做任何有损我们鱼族的事情，也是对你有威胁的。当你转化成鱼族的时候，你就不是人族了，你明白吗？我明白。如果王上相信我，就让我来做两族的使者，好吗？安小欧当然明白他做不了人了，他成了鱼族，就是鱼族的一员，他不会帮着人族害鱼族的，他只想尽力在两族之中求一个和平。好，两族沟通一事就交给小欧和海明，其他都回去吧，等待安排。安小欧和海明垂头领命。皇上又看着青兰将军开口：青兰将军，清绪的伤不会就这么算了的，也请将军稍等一等。青兰抿着唇，最后低头答应。好。海石看了看海明和安小欧。小欧，鱼族这一次还要靠你了，有什么需要尽管对海明说。安小欧点头，感觉到了压力。他不由得想，曾经奔走于两朝之间的使者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心情呢？没有人不期望和平。海石看了看儿子，然后率先离开。安小欧和海明一起回去，海明牵着安小欧的手，突然有些忐忑。小欧，我没有人那么聪明，你会不会嫌弃我？安小欧脸微微一热。不会，我也很笨的。才没有，你很聪明的。小欧，我跟你一起去见人族吧。安小欧点头。在去之前，安小欧安排了一些吃的一起带过去。苏小璐他们被带入鱼族族地已经1天了，现在天也快黑了，他们也需要吃一些东西。准备好之后，安小欧和海明一起过去。听到外面有声音，苏小璐一行人都睁开了眼睛。门打开，看见是安小欧，苏小璐放心了一些。小欧，你来了。苏姑娘，这是海明，我现在是两族的使者。我长话短说，王上不想伤害你们，但也不会轻易放走你们。
鱼族希望你们用学识丰富的太傅来换，鱼族要学人类的知识。苏小璐看向周至，这件事他无法说，种族不一样，涉及的是2个种族皇族的交涉，而周至就是皇族。周至看着安小欧，眼眸平静，他的视线落在海明身上。安姑娘，请你转告鱼族，我们用朝中学识丰富的太傅来换，那鱼族拿什么交换？2个种族之间要有和平友善的关系，那必定是礼尚往来的。这个道理安姑娘应该明白，人类最在意人情世故了。小欧，他说了什么？海明警觉，周至给他的感觉很危险，但言语不通，他迫切地想要知道周至说了什么。安小欧知道事情没有他想的那么简单，他将周至的话原本翻好说给海明听。海明皱了皱眉，小欧，你问他们是不是不怕死啊？他们现在的命捏在我们手中。安小欧又如实翻译过去。周至勾唇轻轻笑了笑，安姑娘，你告诉他，我们都怕死，但是我们死了并不会结束。鱼族不是主人，人族也不是，我们2族之间要和平相处，就得礼尚往来。2个世界迟早会彻底的融合，签订盟约可以和平往来。我们大周朝愿意和鱼族和平往来，将来如果鱼族受到其他外朝的侵犯，大周朝不会坐视不理的，这就是盟约之好。人族有丰富的知识、聪明的发明供鱼族学习进步，那鱼族是否能为人族提供能量液或者是能量块呢？安小欧微微张口，他下意识地摸了摸脖颈，看见周至露出微笑，他缩了缩脖子。海明不知道周至说了什么，只知道安小欧有些害怕，他毫不畏惧地挺身上前挡住周至的目光。他眼眸一沉，露出凶光，锋利尖锐的利爪从指尖冒出，牙齿也变得尖锐。安小欧拉了拉海明的衣服，海明，你别急。海明，我们先回去，这件事还要细细商讨。海明警惕地看着周至，周至礼貌地对他笑了笑。安小欧调整了一下心情，明王爷，此事事关重大，还要同王公王上做详细的商讨，才能给你答案。这阵子就委屈你们了。无妨。安小欧让侍从送上食物，终于可以解放双手了，大家都默不作声地吃东西。苏小璐对安小欧笑了笑，小欧，谢谢你。安小欧微笑着摇摇头，他做得不够好。他和海明离开。你们好，我是鱼族的王，我很高兴能认识你们。王上安好，我是大周朝嫡次子周至，很高兴也很有幸结识鱼族，希望我们都能和平地达成共识，相互学习，相互进步。安小欧更为详细将话语翻译给所有鱼族听。你能代替大周朝吗？如果能的话，我们鱼族愿意同大周结盟，相互学习，共同进步。我们鱼族可传授空间术供大周朝子民学习，以此作为交换。请愿大周朝让我们鱼族学习人族知识，学习你们皇族所学的知识。你们的空间术是什么样的？老王上招招手，一个脸色有些苍白的少年走到中间。少年愤愤地看着周至等人，嘴唇动了动。就是能让你们从一个地方去到另外一个地方的能力。安小欧知道周至等人听不懂声波话语，他立马就做了解释。周至微微垂眸，然后浅浅笑了笑，点头。好，希望我们的结盟能彻底了却鱼族和大周朝的战争，大家共同进步。但是王上应该知道，学习是很刻苦的事情，如果不能免去身体中的不适反应，是没有办法集中精神学习的。我相信鱼族去了京城，也需要我朝为你们建造专门的行宫。我们大周朝的学子来到这里，王上也该表示一些诚意吧。是的，只要你们守约，我们鱼族也会好好善待人族人的。老王上点点头。周至等人的不适都是空间术法的运用，空间术法可以颠倒，不过这一点他现在不会告诉周至等人。有王上这句话就够了，现在还请王上让我的人回去安排，只需要2个人去就好了。我们依然能够留下来，直至最后结盟达成。将来有了浅显的了解，鱼族若是对我朝的一些东西有兴趣，我们2族之间也可以进行等价交换。我很期待这一天。老王上看了看安小欧，安小欧把话仔细地解说一遍。自古2国之间接触都必须要有来使的，
而且两国交战不斩来使，这是规矩。当然也有不遵守规矩的，出现连来使都斩，那就一定会战火纷飞，血流成河了。老王上点点头，郑重地看向周至。好，你必须要留下，哪两个能出去，你做决定吧。周至看了看吴老头，恭敬地开口：前辈，我的人去一个就行了，你先回去吧。吴老头皱眉，他正要开口驳回，归游就先一步开口了：老头，你出去，身体重要，丫头由我保护。师傅，不要担心我现在可是高手了。好，师傅先出去，等你们回家。他到底还是年纪大了，老骨头经不起折腾。周至让金四回去，金四和吴老头站了出去。老王上看着一个年轻的，一个年老的，没说什么。脸色有些苍白的少年郎开口：王上，让我送他们出去吧。我本来就受了伤，如果我遭遇什么不测，还请王上莫要迟疑，立即杀死这些人。清雪，你的身体还没完全康复。没关系，我不怕，请王上让我去，我一定会完成任务。那好吧，就由你送这两人出去，快去快回。王上，请让我也一起去吧，就算有意外，我一定能带着清旭回来。海明主动请缨，他们余族每一个转化后能力不凡的族人都很可贵，只要命还在，再怎么厉害的伤势也会愈合的。好，海明和清旭一起去。吴老头和金四被海明和清旭带走下去，苏小璐一行人也被重新安置。这一次的屋子就大多了，有漂亮的珍珠摆件和光滑润如玉的大贝壳床。可是他们还是很难受，但身份已经不一样了，现在是贵客。也不知道传递消息需要多久。苏小璐作为唯一的女子，有了一间独立的房间，睡在暖暖滑滑的贝壳床上，苏小璐感觉舒服多了，睡着总比站着要好过。门被敲响，进来。安小欧进门来，给苏小璐端了一杯橙色的水。苏姑娘，喝点吧，喝了之后会好一些。苏小璐坐起来，一口喝了，有颜色没味道，但喝下去的确感觉胸闷颠倒的难受之感消失了很多。她把杯子还给安小欧。小欧，谢谢你。不用谢，苏姑娘也帮了我们很多，一直没有机会回报你，现在有这个机会，我能帮一点是一点。小欧，这个水还有吗？他们能喝吗？安小欧有些不好意思地摇摇头。苏姑娘，对不起啊，这个没有了，但请苏姑娘安心，只要外面的消息能很快的确定，王上不会让你们受这样的困扰的。安小欧会来报答苏小璐，完全是因为受过恩惠。好，谢谢你。苏小璐适时地止住询问，安小欧浅浅笑了笑，然后出去了。苏小璐躺回了床上，她将意识沉入空间。皮皮虾号依然在睡觉，小肚子鼓鼓的。苏小璐过去抱起来，揉了揉皮皮虾号的脑袋，又捏捏皮皮虾号的肉垫爪爪。哎，小璐不要抱我，我好困呢。啊，皮皮虾，另一个世界也有种族啊！我遇到鱼人了，现在被困在鱼族的地盘了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之前皮皮虾号在给他解释两个世界相融的时候就说过，这是一个初始世界，演化并不完整，只有灵兽。鱼族能化人形吗？他们就是兽族啊，也是灵兽，通过修炼才能化为人形。其实只有人族才能受到天道宠爱的，不管是兽族还是妖魔还是神，都会随着时间慢慢凋零。不用担心啦，他们生存本来就很艰难，对于人族来说不足为惧。小璐，我见面食快吃完了。皮皮虾号蹭了蹭苏小璐的手心。等我解决了这些事情，我就去给你找揭面石头，不会让你断粮的。苏小璐摸着皮皮虾号柔软的毛发，不知不觉的她都养了皮皮虾号这么久了，从刚出生脆弱的小东西到现在能说话能为他解忧的小可爱。苏小璐抱着皮皮虾号亲了亲，皮皮虾号伸出小爪子印在苏小璐嘴上。好痒，小璐不要亲我。为什么不能？就是不能，你别问了，反正就是不可以。苏小璐放下皮皮虾号，在界面石边摸了摸皮皮虾号的脑袋。
那好吧，你继续睡觉吧，我也出去睡觉了，记得帮我打理药田哦。苏小璐身影已经消失在空间了，皮皮虾号这才吐了吐舌头，环抱住界面时开始啃起来。这几块土地的药田生机勃勃，许多珍贵的药材也是他喜欢的口粮，灵气充足啊。清旭和海明带着金四和吴老头出了鱼族，他俩都变成了巨大的大鲲，让金四和吴老头抓住他们的背，慢慢地浮出海面来。清旭和海明用声波表达了作战的信号。海明一直潜在海里，不暴露在人族的视线里，而他带着2个人族人将背部露出海面。一出海，吴老头和金四都呛咳2声，然后大口大口的吸气。小子，你们应该有联络的东西吧？快点拿出来，早点把事情解决了。金四点头，利落地拿出一只小的竹筒，对着天就拉响了。一声巨响传去很远，而上方的云彩也渐渐地成了红色。他们只需要在这附近慢慢地等他们的人看见信号过来。并没有多久，视线里就出现了船只。不等船只靠近，清旭已经朝着船只游过去，越来越近了。船上有不少人，个个手里都拿着一柄冒着寒光的铁叉。金四将手指含在嘴里，快速地吹出一段鸟的叫声，1长3短，持续重复3次。而船上的金二立马就抬手下令大家把武器收起来。他们都看得清，驮着金四而来的是一头大鲲。他们不知道金四为什么会出现，主子为什么不在。多年的默契了解，当暗号被吹响，金二立马就做出了回应。大鲲也没有攻击，一切都平静的诡异。他们甚至能感觉到大鲲就在船底下，大鲲巨大的身子能轻易地把船顶动起来，它不动了。金四和吴老头从绳梯上了船去，大鲲身体下沉，很快地离船远了一些。大鲲浮出水面，响亮的声波传入所有人耳内。这时候又一个人影从水里出来，那是一个女孩，她站在大鲲的背上。金二等人才发现竟然是2头大鲲。金一皱眉低语：金四，这些大鲲是不是不一样？你们和主子消失这几天，海面上1条大鲲都不见，现在突然出现2头啊！金四点头，他对着站在大鲲背部的安小欧喊道：姑娘，请回去转告我们主子一声，我们已经安全回来了。有消息了，就来这海域附近，把消息传给看见的大鲲就可以。说完，安小欧蹲下身，抱住了身下的大鲲。他们缓缓沉下海，快速安全地离开了。看着安小欧和大鲲离开了，金四才对金二一行人解释。如果是几年前，恐怕还难以解释，但现在大家只是惊奇了一下就明白了。金二很快的部署安排，海面上肯定是要留人的。我留在船上就行，你们有自己的方法，消息回来应该要不了几天吧。这几天吴老头还是等得起的。给吴老头安排好船舱休息，金二一行人就开始动身了。一部分要亲自回京，信鸽传递消息最快，所以消息会先到京城。2朝2族的结盟自然要禀报给皇上做安排，主子还在鱼族，自然是越快越好。吴老头问金四借用了信鸽，他也传递了一些消息。他的宝贝徒弟可是还在鱼族，这次2族的结盟必须一点意外都不能出。在鱼族过了几天，4月已经到了下旬，看着信鸽飞入云霄，吴老头心里揪紧，他的挚友，他的宝贝徒儿都在鱼族那破地方，他只想快点了结此事。此事了却，他的宝贝徒儿才能心无旁骛地去自我历练，才能有机会脱离情苦啊。老牛啊老牛，你那临终一算可害死老头子我了，死丫头臭丫头，操心死我了。心里臭骂归臭骂，吴老头还是真心的为徒儿和挚友祈祷，等他们平安回来。4月23，京城，小小的信鸽飞过一重又一重的山川河流，从海面起飞2天后，最终飞入巍峨的宫门里。看见信鸽，有工人取了信鸽脚上的信筒，拿去禀报。皇帝周照从工人手里取过信筒，打开，取出里面的信纸，慢慢展开。看完之后，睁大眼眸，一下子站了起来，无比激动地带着颤声下令：
快选太子过来！鱼族人手鱼身鲛人呐，空间术法，空间转移，缩地成寸呐。如果大周朝有了这样的术法，何愁不强大？大周朝的子民何愁不安康富足？皇上非常的激动，不停地在殿前来回踱步。这个时候的他因为太激动了，根本没法静坐下来。他把小小的信纸反复看，把其中的信息反复琢磨推敲。周恒很快的来了。儿臣见过父皇。恒儿来看。皇帝看着愈发沉着冷静的长子，非常的满意。周恒越来越有帝王之姿了。周恒走过去，从父王手中接过信纸，看了起来。这是周志的笔记。青海深处有鲛人，可人手鱼身，有空间术法，可与我朝交换天文地理学论。周恒心中惊了一下，面不显色。他看完之后，将信纸交回到父皇手中。恒儿，心中作何想啊？父亲，儿臣和弟弟所想一样，两族结盟，共同进步。过几日，阿志的暗卫就回来了，到时候再彻底一问是怎么回事。这阵子你要紧密口风，此事还不宜外传。古传鲛人上岸可化人，这鱼族和鲛人族看着没区别，不知道他们能不能。而我们的人去了海底也没有鳃，怎么才能和鱼一样自由？父皇多虑了，此消息是阿志传回来的，他一定都有了解，绝不会有纰漏的。周志的心智谋略超于常人，他提出结盟就不会有纰漏。哈哈，阿志在你的心中这么厉害？是的，阿志很厉害。你们兄弟能这般，父皇很欣慰啊。好了，接下来很长一阵子你也要忙碌了，最近回去好好陪陪你的太子妃吧，也和平胜、安胜两位郡主联络父女之情。等以后忙碌起来，你有空的时候，这两个小家伙恐怕早就睡着了，他们醒着的时候你也没空看他们，就难得听他们喊你父王喽。皇帝想着这一对可爱的孙女儿，他也是笑意不断。好，父皇不要太劳累了，儿臣先告退了。两个女儿一天天长大，周恒想着心里一片柔软。那这阵子他就好好的陪陪孩子，抽空带苏小玲出宫逛逛，放松的同时好好选几个位置，用以作为鲛人一族来了之后安顿之处。周恒回到寝殿，苏小玲和工人在给两个小家伙喂吃的。父王棒棒，学学花花父王。小丫头还不会说很多字，但她满眼纯真无邪，看着都叫人心里甜蜜。周恒笑意不断，苏小玲温和地看着这一幕，心里阵阵甜蜜。两个女儿吃饱之后，周恒又给两个女儿擦擦嘴巴。周薇害羞地亲了亲周恒，周轩也立马有样学样亲了一口，然后又抱着周薇又亲了一口。周轩立马指着外面奶声奶气地喊：玩。豆腐和茴香抿着笑意上前带着周薇、周轩出去花园玩。两个小家伙被抱出去了，店内安静下来。周恒吩咐了传菜，很快工人们就送来了。苏小玲和周恒坐在一起吃，周恒给苏小玲夹了一块煎鱼。小玲，你听过鲛人的传说吗？画本子里边写的那种吗？人手鱼身的鲛人，画本子写过，鲛人落泪成珠，他们有着无以伦比的歌喉。画本写的鲛人是这样，但现实里真有鲛人一族，就是鱼族。外貌和画本呢写的差不多，具体啊还得过段时间才知道。苏小玲诧异，她以为周恒在开玩笑，但眼神看去，周恒神色认真，完全没有半分玩笑的意味。小玲，阿志他们在青海遇见了鲛人鱼族，我们两族决定结盟，交换学习。鲛人一族有秘法空间术，学会之后可缩地成寸，特别强大。苏小玲平复了心中震惊，静静地等着周恒说下去。过2天，阿志的侍卫回来，还会有更清楚的解释。这阵子我会放松一些，可以好好陪陪你。等结盟的事定下来，我就要忙了，可能会特别忙。
那就得辛苦你了。他对苏小玲从不隐瞒，他们是夫妻，本就是一体，所以没什么好隐瞒的。他想让苏小玲知道，他那么忙碌都是因为什么事情。恒弟只管去吧，我会照顾好小薇和小轩的。苏小玲看着鸡汤很不错，起身给周恒盛了一碗。夫妻二人相视一笑，饭菜很可口，对面坐着的爱人也是。金衣和银衣回到京城，立马就见了皇上，两人单膝跪下行礼。参见皇上。快起来吧，朕等你们好久了，快速速说来。皇上一边抬手一边说，还扭头对宫人吩咐：去请太子来。他自己已经等不及了。银衣开口禀报，把他们出海捕大鲲到诡秘的光芒出现一一细说。皇帝听了沉吟，他皱着眉头。所以现在阿志和苏家那个四姑娘都被关押在余族了，如果不结盟，他们就活不成了。皇帝拧着眉头，当下把椅子上的雕塑死死捏紧。危险，一个帝王最痛恨的就是危险。周恒很快来了，银衣看了金衣一眼，金衣接过话题，告知周恒事情的经过。周恒听完只是微微蹙眉，他很快看向皇帝。父皇，结盟是当下最重要的事情，将来的事情还是将来再说吧。周至他们捕大鲲的时候，也并不知道大鲲是异域种族，两族交涉本就不可能轻易相信。周至他们在结盟未成之前，根本不可能被放回来。此事交由你来办，要什么东西和户部那边说，需要兵部也由你调动。鱼族不是要学人类的智慧吗？那就让他们好好学。人类中有句话叫做非我族内必诛，结盟本就是各取所需，等哪一日强大了，便会毫不犹豫地撕毁结盟。周恒接下了命令，很快就回去开始准备了。为鱼族准备的行宫已经看好，已经着手开始修建。他要随去青海和鱼族进行交涉，然后把鱼族带回到京城。周恒要出宫，苏小玲为他准备了一些药贴。出了京城就马不停蹄地赶路去往青海，在他们到之前，信鸽会先到。4月27，有信鸽从空中飞下，落于甲板上黑衣人的手中。金二一直在海上，接到信鸽后就找到大鲲传递了消息。安小欧作为使者，他亲自取了信件，他认的字不多，展开之后就递给金二。你念给我听。安小欧他身上已经有了一些鱼族的特征，就连瞳孔的颜色也在慢慢的变成蓝色。上面写着，经过皇上和太子认真商讨，决定两族联盟，太子会亲自来交涉此事。京城已经着手修建宫殿，等鱼族到了京城就可入住。太子这次来就是准备问一问鱼族的王上，鱼族需要什么生活习性。太子已经在路上了，应该明日就会到镇上，过几天就能到这里。安小欧很警惕，怕信息有假。我会这样告诉明王爷的。说完，他俯下身，抱着身下的大鲲沉入海中。王上叫我等来，可是我周朝来消息了。是的，你觉得我们两族之间最终会签订盟约吗？会啊。为什么？说不定你们的知识我们鱼族也不需要。我们鱼族传承很久，没有人类的知识也没影响。虽然鱼族转化出了问题，但人族知识也不一定有答案。为什么周至会坚定认为两族之间一定能结盟？皇上，你不了解人族，人是这天底下好奇心最重的，即便不结盟，知道这样一方地方，也一定会想方设法的来涉足，来了解。这结盟对大家都是有利的，不是吗？鱼族可以趁此机会好好的了解人族，学习知识，还能明白人族到底是怎么样的种族，不是吗？我说一定会结盟，是因为我不想死在鱼族。我不否认鱼族很厉害，但王上也没办法否认人族也不弱。能有这样的机会相互了解，难道不好吗？趁着和平的时候。你说的没错，我们两族应该结盟。等过2日，等你们周朝的王子来了再说吧。老王上也露出了笑意。周朝来的信，他们鱼族看不懂，自然也不会拿给周至他们看。所有的话只有口述。请问王上，我们可以下去了吗？苏小璐感觉也没有什么事情了，但大家都默默地站着，又没话说，
他感觉很无聊，一直站着心里闷，回去躺着坐着会好一些。这位姑娘，能否问你一句话？你每日在房屋里锤的是什么？这些人被抓的时候就已经搜过身了，身上什么也没有了，但苏小璐还能拿出一些东西来鼓捣。异域相融有至宝，应该是他的什么宝物存放的。有毒的东西，如果你们不打算结盟，要杀我们灭口的时候，我就撒毒药，让你们鱼族失去繁衍的能力，从这一代开始断子绝孙。老海王大惊，鱼族人个个都愤怒震惊，纷纷露出了准备攻击的样子。贵游立马就侧了身，将苏小璐身影挡住许多。你！老海王气得不轻，但又想不出该怎么表达愤怒。他从未见过苏小璐这样坏的，还敢把心中的坏说出来。所以才要结盟啊！人类还有很多你们想象不到的阴险狡诈，不足够了解，怎么有办法应对呢？请客人们下去吧。老王上显然非常难以平静，他多次看苏小璐，神色复杂。苏小璐知道这时候自己很讨人厌，但他不在乎，笑眯眯的。周至的嘴角也弧度深了几分。再看其他人都有浅浅的笑意，龟游更是夸赞：丫头做得不错。他和吴老头一直担心的就是苏小璐和苏三郎赵氏一样太善良，现在终于不用担心了。小丫头亦正亦邪，全看心情，真是越看越顺眼。龟游决定等回去了，他要正式的收下苏小璐为亲传弟子。至于苏虫，他出师了，可以自立门户，那就是曾经的亲传徒弟。苏虫天赋高，但苏小璐最合缘。看着他们走后，鱼族才争论起来：人族太可怕了，不能结盟。人族可怕呀，才更需要结盟。至少前几年是平安的，我们对人族一点也不了解，必须要结盟才能了解，将来也有法子应对。这有什么呀？大不了我们去往更深的海底建造族地，让人类根本没办法来这么远，不就好了？我觉得……这时候不只是长老之间唇枪舌战，所有在这儿的鱼族人都纷纷的开口表达自己的想法。老王上只觉得头疼，安小欧也觉得头疼，这大概就是他以前见过因为卖鱼争抢客人吵起来的菜市场吧。大家都停一停，不要吵了。预言大吼一声，他是小王子，他都开口了，鱼族都安静下来。预言走到安小欧面前：小欧，那个姑娘刚刚说的是真的吗？她真的有能力让我们不能传承吗？我不清楚，但她是个很厉害的大夫，她是神医。鱼族没有大夫，但鱼族受伤饮用的灵水、灵液，还有佩戴的灵石，都是大夫的另一种表达。人类需要由大夫来决定治伤势，而且人族的确有很多诡秘的药，能让兽类绝种。能让兽类，比如是哪些？就比如一些牛羊猪马都有，不只是兽类，还会用在人身上。咱们都准备一下，准备和人族结盟。要立足总要拼命的，不能试都不试就选择躲退藏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整个鱼族都陷入了紧张戒备的状态。安小欧的脖颈已经长满了细密的鳞片，他去给苏小璐送饭，看见苏小璐把一包包的药材一收就不见了，安小欧心有余悸。苏小璐对他微微一笑，慢条斯理地吃东西。安小欧在边上看着，好几次想要张口问一问，话到嘴边又咽回去。小欧，如果实在很难说出口，不然你还是出去吧，你这样我吃不下。安小欧脸一红：苏姑娘，你真的准备了药材可以让鱼族灭绝吗？小欧，你还要多久才会变成鱼？安小欧变化很大，可能以后安烈再看见他都会认不出来了。我也不知道，海明说还要几个月，等我能变成鱼了，我就彻底是鱼族了，到时候我应该就说不了话了。如果两族结盟的话，我不会，但不结盟，我肯定会那么做。你也知道，我们人族有句俗语叫做死了也要拉几个垫背的，我呢也不是什么大慈大悲的大善人。安小欧心里一沉，
不过药效是不是有那么大的作用，我就不知道了，毕竟我也没有用过。王上已经决定结盟了。那很好啊，皆大欢喜。苏小璐把最后一口饭菜吃掉，她擦了擦嘴巴。小欧，你现在吃这些不会觉得太生了吗？鱼族族弟做的饭菜味道实在是太差劲儿，没有热乎乎的感觉，只有温温的，有点不生不熟的滋味儿。不会，我挺适应的。那就好。小欧，好好生活。鱼族要比人族简单许多，但也并非没有斗争。不管是什么身份，都要努力变得强大。鱼族将来也是要涉足大陆的，你明白吗？安小欧有些不解，苏小璐为什么要对他说这些？但看着他眼眸之中的真诚告诫，安小欧心里有一股暖意。我会的，谢谢苏姑娘的提醒。苏姑娘应该是看出了海明对她的情谊，担心他因为感情迷失吧。苏姑娘说的没错，只有实力足够强大，才能彻底掌控自己的人生。5月初5，有红色的云朵在远方升起，海里的大鲲都浮出水面查看，后来又潜入海底消失不见。金二也拿出了信号放掉，等着汇合。几个时辰之后，海面出现了成排的船只，慢慢的朝着这边靠拢。这些船只就是官船了，许多人都在船内，朴素打扮，却都是很好的身手。周恒一身黑甲，就站在甲板上。等汇合了，周恒跨了过来，他对金二等人点点头。他们在哪里？金二指了指海面，海面看似平静，但海底肯定不平静。周恒走到围栏边上往下看，蔚蓝的海面望不到底，让人心悸。他眯了眯眼眸，感觉似乎有什么东西在缓缓上升。周恒看清楚了，那个黑影好大，大鲲，原来大鲲这么大。大鲲身上好像是人影。周恒皱了皱眉头，随着大鲲慢慢的出了水面，周恒看见了大鲲身上有个人，看着是人，但他裸露在外的脖颈有闪亮反光，细看是鳞片。安小欧无惧被打量，你们跟我们来。阿华，叮嘱他们好好记录。这是通往鱼族族地的航线吗？不管是不是，都要记下来。海面有了白茫茫的雾气，穿过雾里，隐约可见引领他们的身影一直在前面。雾散，海面宽阔，继续前行。天色渐渐黑了，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又是大雾。从雾里出，海域依然看不出有什么变化，倒是天在逐渐黑了。殿下，四周都是大鲲，特别多。无妨，我们只赶路了1晚吗？从发现到现在过去了4个时辰。算了，会会他们。如果诚心结盟，那大家就和和睦睦的；如果不是……周恒露出浅笑，他没有说完的话尽是杀戮之意。苏华点头，陪同周恒一起出去。外面艳阳高照，周恒抬头看了看天，心想今天真是个好天气。他来到了甲板上，看着海面，似乎一望无际都是大鲲。它们体型巨大，一个又一个的露出水面，将所有船只团团围住。周恒又看见了那个人影，看着是个女孩。我乃周朝太子，特来与鱼族签订交好盟约。鱼族之王是谁？安小欧将话翻译给鱼族人听。我便是鱼族之王，还请周朝太子到我鱼族族地一会，我们再好好详谈。苏华微微皱眉，我们已经来到鱼族的海域，鱼族王上不如到我们的船上来，喝杯茶水，我们再同你一起下海去鱼族里。周恒露出温和笑意。王上请。老王上有顾忌，他们也有，他们都到海域来了，还跟着来到这地方，鱼族也该拿出一点诚意了。安小欧将话语翻译之后，鱼族的声波此起彼伏，听着大鲲的声音一声一声的，周恒他们听不懂，却面色不变，等着鱼族最终的回答。鱼族已经吵翻了天，安小欧都非常头疼，因为听得懂，所以每当这个时候，他就想起了菜市场。海明，你没有发现很奇怪吗？什么？四处看了看，没什么奇怪呀，人族也没有什么动作。海明，你看看人族，除了太子，其他人都是静默的。
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海明一看，还真是。为什么？这是团结。于外，所有将士只听从上级的命令，就算真的有争议，也不会在现在这样的场合争论的。鱼族自由无拘束，这样是很好，但用以共同御敌的时候，那就太分神了。海明诧异了，扭头看了看，顿时也感觉有点奇怪了。鱼族言语杂论，争议很大，分为了两派，互不相让。但人族站在甲板上，身穿黑甲的那一位男子始终保持着浅浅笑容。那些站在船上穿着盔甲的将士们，一个个都很沉得住气。幸好他们这时候语言不通。海明发出了急促的声波，鱼族很快安静下来。海明将安小欧说的说了一遍，所有鱼族都开始自我反省。老海王开口了：好了，人族确实有很多需要我族学习的地方，都不要吵了，只是上船去喝杯茶水而已。父亲，我同你去。还有我和小欧。好，你们一起吧。海明也化作了人形，他搂住安小欧的腰，和老海王一起飞身上船去。大家都在相互打量。周恒拱拱手，微微且笑。老王上点点头，谢谢。船舱里面大不一样，老海王仔细打量着，有时候还会伸手摸一摸。鱼族王宫多以各种鱼骨和贝壳建筑。坐下后，就有随从来上茶了。周恒自己端起一杯，先喝2口。老王上他们也有样学样，喝了1口，他面色古怪，勉强咽下去了。海明和玉言就忍不下去了，偏头吐了。安小欧喝了1小口，一种难以形容的怪味袭击味蕾。他勉强咽下后，心里百感交集。以前他也很爱煮茶的，煮茶再加点羊奶，很好喝的。不过现在这些东西对于他来说都不会好了。没事，我们种族不同，吃不习惯也正常。我还准备了海鱼，你们应该会喜欢。周恒挥挥手，茶水撤下去，很快上来的是一盘又一盘的生鱼片，一片片薄如蝉翼，有的还用冰块围拢。周恒面前的则是煮熟的。吃着生鱼片，老王上松了口气，分量不多，但味道不错，特别是冰过的，和海里有着不同的滋味。我已在京中准备建造鱼族居住的行宫了，给你看看行宫的绘图，看看还有没有需要改动的地方。简单实用后，周恒让人拿来了行宫的地图。老王上拿过去看了起来，海明和玉言也都仔细看着。人族绘画精湛，有漂亮的景致，最大的是湖。鱼族需要水。老王上看了之后点点头。你们很好，暂时我看不出有什么需要改变的。饭食的话，到时候会供应你们吃这些。我们人族也有很多美食，如果你们愿意尝试，也可以吃一吃。我很期待鱼族能去我们大周的京城，我也很期待去到鱼族王宫看一看。有劳了。王上，太子是让你带他去鱼族的王宫。大周太子，请你抓住我的手，让你的人也一起抓住，下海之后也不要松开。周恒笑着把手伸向苏华。阿华，这么多年我们还没牵手过，此番青海不枉来一场。苏华抽了抽嘴角，他们还真没牵过手。不过现在算了吧，这是鱼族王上要求的。多几个人也没关系的。不用了，我兄长就在鱼族里。已经够多了。老王上感觉怪怪的，也没有再多说，拉着周恒就跳下海中。一下海，周恒和苏华都有些慌神，但只是几息。平静过后，他们都睁大眼睛，一张口说话，什么都说不了。但两人相视一笑，他们想要表达的应该一样。他们在海水里竟然不冷，而且还不会觉得窒息。老王上已经带着他们往海底游去了，所有的大鲲都在回返，他们化成了人形，看着特别让人震撼。鱼族在海水里就像是人出生就会呼吸一样，仅仅只是握住手，老王上就能让他们在海水里呼吸如鱼一样，这着实让他太震撼。鱼族那么多的秘密，了解这个过程肯定会很漫长。
在他们的世界，除了鱼族，其他种族是什么呢？探索，心中的求知欲全被挑起，他们要探索明白，为了自己所有的臣民和自己的后代。海底幽蓝慢慢的变为黝黑，最终远处出现点点光亮，越近越亮。周恒惊讶的张口，比人脑袋还大的夜明珠啊，连成线镶嵌在各个屋脊上，大的小的数不尽数。鱼族人都化为了人形，但依然清晰可见他们自身的特征。周恒微微浅笑，对鱼族人微微点头。进了鱼族王宫里，老王上拿了一个海螺链子给周恒和苏华，带上吧，如此你们在王宫里就同在陆地无异了。周恒和苏华都接过带上。周恒礼貌开口，谢谢王上，鱼族王宫让我大开眼界，由心底敬佩。我相信我巢民前来求学一定也会跟我一样的。太子过奖了。王上，我家皇帝可否让他们来见见我？自然没问题。周志等人已经都得了个海螺链子，戴上之后，那种内府颠倒的感受就消失了。鱼族人带着他们出去，周志露出了淡淡笑意。苏小璐吃着海里的果子，咸甜口味，吃适应了，也感觉挺好吃的。现在是贵宾了，待遇就不一样了。来到王宫，看着有身份的鱼族人都在，从中看见熟悉的身影，苏小璐飞奔过去。二哥，你怎么也来了？苏华揉了揉苏小璐的头发，最近过得怎么样？有没有受委屈？苏小璐笑着摇摇头，他怎么可能受委屈呢？鱼族人看他的目光都忌惮得很，知道了他的身份，每日来送饭时就只有安小欧，其他的避而远之。他们都怕他会弄什么灭绝的药。看着苏小璐眼里狡黠的光，苏华神色温和宠溺。你呀，二哥，看到鲛人族，你有没有很惊奇？他们化为原型真的很好看的，对吧？苏华点头，不可否认，鱼族很漂亮。在他们那个世界，他们会化为体型庞大的大鲲，但在鱼族族地，他们能是人身鱼尾的鲛人，漂亮的鱼尾自由摆动，不同颜色的鳞片在夜明珠的光泽下闪烁光芒。他们的容貌也都美丽，